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将带你们进入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世界，那就是道教。道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和宗教，拥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。你或许听说过道家或者道家思想，这是道教的哲学基础，而道教则是它在信仰层面的发展。道教崇尚道，这个道不仅仅是指一条路，而是宇宙的根本法则，是一切事物的源头。可能你会问，道教的核心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。道教讲求顺应自然，追求长生不老，乃至成仙得道。这听起来像是古代神话，但在道教中，修炼身体和心灵，保持平和的心态，才是真正的追求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人们希望能与自然和谐共处。道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，那时候的老子写下了著名的《道德经》。这本书至今仍然影响着许多人。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道法自然，意思是道是自然而然的存在，不能被强求。老子提倡无为而治，意思是不去强行改变什么，顺其自然，反而能够取得最佳的结果。当然了，说到道教，我们就不能不提到庄子。庄子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，但他的想象力更加丰富，也更加幽默。他说过一个有趣的比喻，叫做庄周梦蝶，意思是庄子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，醒来后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庄子梦见变成了蝴蝶，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庄子。这个故事带给我们思考，我们看到的现实真的是真实的吗？我们与自然和宇宙的关系又是什么？再来，我们要谈到的代表人物是张道陵。张道陵被称为天师，他是道教宗派之一天师道的创始人。张道陵不仅在道教的宗教仪式上有深远影响，还被认为是道教的开山祖师之一。他系统化了道教的教义，并创建了符咒文化，这种文化至今仍在民间广泛传播。天师道后来发展成为五斗米道，成为道教的重要流派。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是葛洪，他是东晋时期的著名道士和炼丹家。葛洪以他的炼丹术和医学著作闻名，他写的《抱朴子》详细记录了道教的修炼方法和丹药制作。葛洪在道教的修炼体系中强调通过内外双修达到长生不老的目标，因此被道教视为修仙的典范人物。最后，我们不能不提到吕洞宾，他是道教中的著名人物之一，通常被认为是8仙中的领袖。吕洞宾原本是唐代的文人，后来遇到师父钟离权，习得道法，最终得道成仙。他被视为智慧和勇气的象征，在民间道教中有着广泛的影响。这些人物无论是哲学家、修炼者还是神仙，都是道教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解释了道的含义，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智慧和精神财富。道教不仅是哲学，还是一种宗教。道教的神灵系统非常丰富，最著名的有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和8仙等神话人物。道教相信人通过修炼可以成仙，所以许多道士都会进行各种形式的修行，比如打坐、练气功、炼丹等。这些修行方式看起来可能有点神秘，但它们的核心其实是调节身体的能量，保持身心健康。你可能还听说过风水或养生，这些概念也是道教文化的重要部分。风水讲究的是人与环境的和谐，通过调整环境的布局来改善人的运势，而养生则是通过饮食、作息、呼吸调节等方式保持健康，延年益寿。道教还强调慈悲和善行，鼓励人们行善积德，帮助他人。这一点与佛教有点相似，但道教更注重与自然的互动，而不是单纯追求精神上的解脱。在今天的中国，虽然道教的影响力没有历史上那么大，但它依然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中。你可以在许多中国的节日和习俗中看到道教的影子，比如春节、清明节和中元节等。道教的理念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，还通过这些传统继续延续着它的精神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对道教的简短介绍。如果你对这个充满智慧和神秘色彩的宗教感兴趣，可以去看看一些经典的道教文献，比如《道德经》或者《庄子》，他们会带给你更多的启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今天的视频让你对道教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下期再见。